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！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，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，找对象呢，他总是跟做梦一样。哎呀，要找白马王子呀，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，那刺猬和王八我有。5年前呢，认识一个姑娘，26岁，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，性格很好，而且人长得很漂亮。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，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。结果5年过去了，那是挑挑拣拣的，谁也看不上。我那门口啊，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。他挑什么呢？这个男人有钱，但长得不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又没钱。哎，找个有钱又好看的，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，在一起不开心。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，反正啊，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，总说差不多就行，其实啊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现在31岁了，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说呀，暂时还没有。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？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，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。他又开始后悔啊，说条件差点也行。我问他差多少，他说也别太差了，这个长得别太难看，条件别太低，赚的比我高点就行。我说离异的有，他一听就急得哭呀，说自己还未婚呢，不想找离异的。然后就是后悔，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，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，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，各种挑挑拣拣。那男人都是看脸吗？你好看了，喜欢你的就多。于是啊，被追捧的过程当中，各种看不上，理由就是啊，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。好了，终于熬到30岁了，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，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。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，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。秉承着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，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。可有些人呢，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，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。结婚呢，找对象，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。如果你本身啊并非独身主义，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，到了30岁你还单身，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。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，我也没那个能耐。这种焦虑啊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。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，甚至有些3、4线城市啊，26、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啊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，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啊，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，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。在婚恋市场上，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啊？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心态也会不一样。那男人对爱情啊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，择偶要求啊多数啊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呀，女的活的就好，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。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啊，又着急找对象，又谁也看不上。年龄越大呢，不是认清自我，而是认清了现实，觉得这个社会啊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。好了，开始要求啊男人买车买房，有存款7位数。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啊，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啊、财富积累的变化，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、相互扶持的伙伴，更加呀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，一起度过余生。这种择偶观呢，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。说句现实一点啊，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，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，而不是经济价值。所以女孩子啊，你要学会聪明一点，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，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，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呀，追悔莫及，别再呀做春秋白日梦了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，含恨。你们不要总疑问我为什么总是吐槽女生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过性别歧视啊，我一向都是就事论事。昨天我们这边来了一位92年的男士啊，硕士研究生，做工程方面的工作啊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年收入保守啊是50万以上，那开着雷克萨斯，住着2层全款小洋房啊，父母还都是做建材生意的，年收入多少个 W 啊，咱就不说了。这男方的择偶要求啊是本科以上学历，性格温柔，工作稳定就可以。那信息一发出来啊，至少40多位姑娘要联系，等着要见面看看。有一位姑娘87年的，比男士都大了5岁呀，还是大专学历，在企业是做前台的，非要认识。我说你比他大了这么多，这男士肯定不同意啊。他说自己显年轻啊。我说你们这条件差的也太大了呀。他说自己可以努力工作啊，拉近2人之间的距离。反正说什么啊，他都觉得和那个男士啊那是良配啊，非要见个面。我心里就在想啊，是你没数了还是我没数了？还有个姑娘呢是01年的，大学还没毕业啊就要认识，上来就给我发那个照片，哎呀，P 的都秃噜皮了吧。我和她说呀，妹子啊，年龄太小了，先好好学习。她给我来了句啊，学得好不如嫁得好。
哎呀，那可把我气得够呛啊，直接给他怼了回去啊，学得好才能嫁得好。还有一位92年的姑娘，条件还挺好的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这父母也是事业单位的，哎，照片看着也比较舒服啊，这个身材呢也挺好。结果上来就问呢，这男士住的地方离我太远了，能不能在我这边给买个房子呀？大姐呀，真的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你让别人给你买房子。他说啊，我自己条件也不差，我的前男友啊都抢着给我买呀。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付出什么，怎么娶老婆？你看看呀，这是做梦没睡醒啊，梦游梦到我这儿来了。3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这么异想天开呢？我的王八肯定又没看好门啊！你图人家条件，还得让人家跪舔你，你咋那行嘞？后面他直接就跟我说呀，那如果男士不愿意在我这买房，那就算了，我不认识了。接着还有一个94年的姑娘啊，是我觉得还算是蛮合适的啊。初中语文老师，外形条件都不错，这父亲也是公务员，母亲是医生，还比较门当户对。这个姑娘呢也觉得人家男士啊很优秀，也很想认识。这一开始沟通啊，这个话题啊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后面画风啊是直接不一样了呀。这男的怎么30了还没对象呀？哎呀，个子有点矮呀，长得也不是很好看。这父母做生意一定很忙，他没有父母的陪伴，这心理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性格是不是不好啊？他赚多了钱是不是容易出轨呀？哎呀，这些问题直接是让我目瞪口呆，无法回答呀。你们都问我为什么吐槽女生，你看看好多女生来找对象啊，上来就是要车要房，还得全款，还得市中心，年薪6位数打底，最好7位数。这除了物质条件好呀，还得要求啊男人情商高，有感觉，有眼缘，有上进心，能懂你，能体贴你。哎呀，真的做优秀男人好累啊。你说你条件行也行啊，关键是你条件他也不体面呀，一辆桑塔纳总想往奔驰 4S 店里做保养，那谁能待见你呢？门都不让你进吧。你们说说，我还能吐槽谁呢？条件差的男人择偶要求基本都是啊女的活的，条件好的男人啊有实力的，人家光选择就忙不过来了。反观好多相亲的姑娘是一点都看不清楚自己是哪个阶级的。我劝那些姑娘啊，你们啊尽早是在相亲市场上多走走啊，带着镜子好好看看，比你优秀的多了去了。整天还鸡蛋里面挑骨头，是这也要那也要，这不行那不行的。90%的姑娘就盯着那10%的男人，你让我天天吐槽我都说不完的呀。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啊，所以呢，以后啊，你们别管我吐槽谁，谁不对我说谁。我那些王八兄弟们啊，天天和我在一起混的都恐女了，恐的是那些啊不自知异想天开还双标的女人。这上午挺有意思啊，有一位姑娘跟我说后悔了，我一听，哎呀，那肯定有什么事儿了啊。结果呢，是因为自己要了30万彩礼啊，错过了一段很好的感情。这前2年啊，有一位91年的小伙来找对象啊，这个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搞科研的，一年能挣个20-30万，长得还挺帅的啊，绝对是大多数姑娘很合眼缘的类型。这就是家庭条件啊，确实不是很好，父母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，这没多久啊，这母亲改嫁，父亲啊有残疾啊，就申请了低保。他从小是跟着父亲和奶奶长大的。他来找对象，要求就是啊，女方有稳定的工作，本科以上学历，性格温柔就可以。最开始给他介绍了有几个姑娘，但是因为性格原因啊、家庭条件等等都没谈下去。后来呢，就给他介绍了这位姑娘，92年的本科，在国企工作，年收入大约有个7-8万吧。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啊，有退休，独生女。这两人刚见面呀，彼此啊都很合眼缘啊。见了几次之后，男士就主动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告诉了女方，人怕女方嫌弃嘛啊，得先说明一下情况。这明确说了一下自己没有房子啊，正在攒钱买，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父亲吃低保，这一切都要靠自己啊等等。男士说完呢，也跟姑娘说呀，自己会努力工作，让自己的家庭啊越来越好。如果女方介意啊，那咱们就不谈了，就不用联系了。当时这个姑娘听完呢，是有些犹豫的啊，最后也答应啊，说可以交往看看。就这样1个月之后啊，两人就确认了恋爱关系。这去年6月份啊，男士买了一些东西啊，去女方家里啊。起初啊，这女方父母啊都是很满意啊，这男方本人条件，但是一听啊男方家里情况，这脸色啊就不是很好看，这话里话外啊是嫌弃啊男士啊家里条件差。于是啊就提出要求啊，第一，必须在市中心啊买上全款房，这1年工资啊必须稳定在30万以上，彩礼10万。男士也觉得自己努力啊是可以做到的，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呢是顺利啊谈了有半年多啊，房子呢也是在这个很紧张的情况下也买下来了，准备在国庆节的时候订婚。这订婚之前啊，男方家里啊特别想见见儿媳妇儿，尤其是自己奶奶啊，这年龄大了也不方便出远门。于是呢，这男士啊就提出啊带姑娘回老家见见。这姑娘也爽快啊，也同意了。两人就是先坐飞机啊，再坐这个大巴车，到了村里之后又转的摩的啊，终于啊辗转之后啊，可到了老家了。结果呀，这姑娘呀不愿意了，待了1天啊就要回来，嫌我条件差，好说歹说呀是哄着呀，待了3天才回来。
就这样呢，因为这些事儿啊，吵了2天。这事儿还没解决啊，女方父母那边又来事儿了。原定10万的彩礼啊，现在改口要30万，理由是啊，男士家里条件太差了，女方嫁过去没有保障。男士一听啊，就觉得是气不打一处来呀。他问姑娘，如果没有30万，你不嫁是吗？这姑娘反过来就劝男士啊，我呀也没想到你家条件这么差，和我们家呀根本就没办法比，要这么多呀，也只是想平衡父母的不甘心。男方听完呀，直接提出了分手。女方父母还跟着姑娘说呀，不用担心啊，就她这条件啊，没人愿意嫁她。结果过了2个月啊，男士又谈了一个姑娘，95年的，外企做翻译的，两人认识了2个多月啊，就谈了恋爱。过了半年呢，也见了双方父母啊，大家都挺满意的。这个10月1啊就订了婚，就是今年的国庆节嘛。彩礼8万，腊月办婚礼。而那个姑娘分手之后啊，立马也是找对象，谈了好几个都不太满意，觉得对方呀不是家庭条件不好，就是长得不好，要么就能力不强。这今天上午啊，可算找着我了啊，很委屈的跟我说呀，自己很后悔啊，错过了这段感情啊。其实当时啊，他爸妈要30万啊，只是想在亲戚面前啊那里挽回个面子，毕竟他家里条件这么差，这亲戚啊都会笑话的。哎呀，这位姑娘，听你轻描淡写的说这是30万，我以为你是不差钱的人啊，结果年薪啊连人家零头都不到。委屈的哭诉，不就是这么多吗？我爸妈不就是要个面子吗？上辈子你妈一定是个土匪啊，投胎过来的是狗改不了吃屎。30万张口就来呀！啊，美其名曰要试探对方的态度，要给自己一份保障。可对方不要保障吗？国家还得照顾他家，你怎么就狠心剥削他呀？就因为他每年辛苦赚这么多，所以就跟他要这么些吗？怕是呀，他全家借钱娶了你，你也不会感恩吧？反而是理直气壮的觉得这就是应该给你的。好了，人家翻脸了，转身娶了别人，你还后悔了？你后悔的原因，怕不是错过这个男人吧，而是后悔没有找到比这个男人优秀，还能给你30万的人吧？哎呀，姑娘，这人呢都是将心比心啊，少点算计，你过得呀不会太差。